欢迎来到北欧老吴的美股直播。今天是2025年5月29号。我们今天的直播是从美东时间9点半开始。今天临时改变一下这个直播时间。那么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我们今天的直播是从美东时间9点半，也就是现在开始，计划直播1小时。那么因为这个时间是临时改的，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时间，那么在等待大家，可以等一下，等一等有人进入直播间。如果已经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可以问一下你们关心的股票，把英文名字或者代码打上来。明天的计划也是9点半开始，明天周五也计划从9点半开始，所以说。如果说你是看的录播的话，那么提醒一下，明天的时间也改在9点半。现在已经开盘了，我们看一下现在这个大盘的情况。因为受到昨天盘后英伟达财报的一个刺激，现在是一个高开的状态。还有一个事件就是，美国法院否决了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所以说，受到这些消息的刺激吧，然后这个。今天是一个高开的状态。那么我们看一下，简单说一下这个指数。我们现在看的周期是日线。那么日线上从5968跌到5767，这个是有5个交易日的，或者说有5天的。我们看一下裸 K， 就是这5天，对吧？是有5个交易日的。那么在我们分析的时候，因为它的这个走势还没有完成，就这段的走势还没有完成，我们先可以把它当成一笔的回落。当成一笔的回落呢，那么如果说从4835分析的话，它还是一个2买。如果说前面这个4835是1买的话，对吧？它可以再打一个高点，突破5968，那么它这样的话就会3段。有3段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是否有背驰的一个比较。这是如果说你把这个当成一笔，如果说前面这里也当成一笔的话，因为4月9号这根 K 线，也就是特朗普发推文说暂停90天那一天，造成了那一天所有的股票都是大涨的，指数也是大涨的，然后破坏了这个结构。如果说你把这个当成一个噪音的话，那么它就变成了一个1、2、3、4，现在是走第5浪或者第5笔都可以。对吧？为什么说都可以呢？原因是从4835到现在这个最高点，这些结构没有完成啊，这个走势的结构还在生长过程中。只要这个走势还在生长中的时候，你的分析，你只要不违背缠论的这个叫变换不变性的这个原则，就可以任意划分，对吧？这是我在直播中多次讲到的。只要这个走势没有固定下来，你就可以利用现在当下的结构来重新划分。这个重新划分的好处就是能够让你的交易更自如，或者说更符合当下的这个情况，对吧？那么它可以用浪形分析，是一个1、2、3、4，现在在走第5浪。至于第5浪是一个强浪还是一个弱浪，现在是不知道的，对吧？那么前提就是要以5767这里作为一个起涨点，作为一个防守。如果说它没有突破5968之前先跌破这个5767的话，那么就是第4浪没结束，对吧？所以说呀，你在用浪形分析的时候，你这个新的一浪没有生成之前，你就不能够说之前这一浪结束了，它可以是一个中继状态。在缠论里面有一个词儿叫中阴段，所谓中阴段，其实是禅师借用了这个佛学里面的一个思想。中阴状态是一个非人非鬼的一个状态，就是没有固定下来那么一个状态。那么在新的这一笔或者新的这一个阶段没有生成之前，那么你所处的状态其实就是一个中阴状态，它没有稳定下来。那么所处中阴状态的时候，你就不能够很武断的说前面这一段已经结束了，就是说你不能说啊，这个在中阴状态的时候，人处于中阴状态的时候，你不能说这个人已经死了，
它可以是经过一个时间的一个沉淀也好，或者说经过什么事件的刺激，这个人又活了，对吧？所以说你不能够说在中阴状态的时候，它是一个没有确定下来的状态。那么现在从5767开始生长，现在只有4根 K 线，不够一笔，新的一笔没有生成，那么前面这一笔就没有办法结束。那么你在交易的时候是怎么交易呢？不是等到新的一笔生成了我才开始去买，而是在生成的初期阶段，你就要开始往里布局了，你就要开始往里进仓位了，对吧？所以说不是都说要结束了，在尾端的时候我才开始我这个趋势明朗了我才开始进，那你正好是相反的，而是在初级萌发阶段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布局进仓位了。等到结束的时候，出现一笔的时候，反而要出局了。所以说，买卖的节奏一定要搞清楚，是在底分型成立的时候下探失败的时候买，顶分型出现之后，顶底分型这些结构的这个定义一定要非常清楚，对吧？所以说这个节奏是不能错的，不能说我涨了我去追，跌了我去割。那你刚好是一个这个错乱的一个节奏，所以是节奏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现在它还在生长过程中，我们可以简单的看一下这4根 K 线的一个内部。好的，这里是有过一个2买，在这个昨天收盘之前是给了一个2买，现在看的周期是小周期1小时，5767。到这个今天现在目前冲高的这个高点5943已经突破了昨天那个高点5939，对吧？是一个冲高，目前冲高，看看它是不是要冲高回落。那么它其实现在已经有3段了，或者说第3段在生长过程中也是可以是什么呢？因为它这个如果说它是一个冲高回落的状态的话，那就这样生长出来一笔的话，那么你就需要重新划分了。从5767画到5943，然后5943回落一笔，这个就变成了一个新的2买。如果说前面这个5767是1买的话，所以说好多人可能觉得你这个画的怎么一会儿这个是2买，然后出现新的之后这里又画成2买呢？还是那句话，走势没有完成的时候，你就是根据当下的结构来划分，对吧？没有今天这个跳空缺口的话，那这个就是2买啊。1买在这里，2买在这里，它可以生长出来一个新的一笔，这样的话就是一个1、2、3段。如果说，那么今天这个跳空缺口跳空高开之后，然后高开低走，先生长出来回撤一笔了，那你就要根据当下已有的这一笔来重新划分你的，那么这里就变成这个变成2买了，前面这里变成1买，对吧？这就是利用同级别这个非同级别分解。按照这个大周期的，因为大周期上1小时的上一个周期日线上，从5767这里到现在这个5943可以生长出来新的一笔，就是日线上的一笔，这是利用非同级别分解。如果说你用同级别分解，那就是以中枢来分析了，那就是同级别分解和非同级别分解的区别。同级别分解就是以中枢为分析，4835这里是起涨的结构没有被破坏的。第一个中枢、第二个中枢、第三个中枢、第4个中枢，但是第一个中枢和第2个中枢有接触，升级了，这2个中枢升级了，变成一个升级之后的大中枢，那么这个就变成了一个新的大 A， 缠论里面管这个叫 A 撇。那么后面这2个蓝的小中枢就变成了小 B 中枢的大 A， 后面这个第4个中枢就变成了小 B 中枢的大 B。那么从这个前面这里起涨的话，这里都在小 B 段呢，所以说你一定要有我的模型里面，因为这个缠论它是有模型的，你要知道当下的这个图形，当下的走势在模型里面是处于什么阶段，你这样的话就不会迷失在每天这个几个点的一个波动里面，对吧？那你就知道这个结束了之后是向下继续生长。但是前提是它需要完成这个震荡结构，现在并没有完成这个中枢震荡，对吧？什么情况能够说这个中枢震荡结束呢？那很简单呢，针对我们缠论来说，想要完成一个中枢震荡或者说一个区间震荡，必须要出现3买或者说出现3卖。
这两个都没有出现，在没有出现3买和3卖之前，那么它就要维持现状，那不就操作起来就简单了吗？对吧？操作围绕中枢震荡的操作，就是中枢上方力度衰竭的时候你减仓，中枢下方力度衰竭的时候你加仓。至于你能否抓到那个衰竭点，这就考你的功夫了，对吧？这就需要你去盯盘，需要你多周期的结合，不能够单看一个周期，单看一个周期你抓不到那个拐点的，必须利用这个多周期结合区间套，你才能抓到这个相对的这个离这个拐点的位置非常接近的位置。这个就是你个人的一个盯盘了，而不能说我们现在这个按照直播的时候来告诉你哪个位置出现拐点。那首先这个时间可能我们在分析的时候，打个比方，我们在做直播的时候可能是只是在这一段，对吧？只是在这一段，那么可能在明天或后天或者下周才能到这个拐点的位置。那我不可能天天的这个做直播的时候去这个盯着它吧，对吧？所以说这个能否抓到这个拐点的位置，那就考你个人的这个功夫了。但是如果说你的交易不需要这么精细的话，那你就把周期拉大，把周期放到日线甚至周线上，这样的话你也不用去盯盘。大周期的话，交易起来你就简单的利用顶底分型都能交易。你只要有一个系统，出现顶分型了卖一卖，出现底分型了买一买。尤其是那种长期要操作的，或者说你长期要交易的标的，你不需要做的非常精细，模糊的交易也没有问题。你可能是说，比如说打个比方，你买的时候买早了，我们就以前面这段做比喻，这个打个比方，你用顶底分型交易这段，顶分型然后你卖了，没有毛病，对吧？你想买的时候出现底分型买，如果说你的判断不够精确，因为现在看的周期是日线，出现第一次顶分型。顶分型卖了，然后等着底分型进吧，你不是？这里出现了底分型，哎，你进了，发现又下来了，那你就分仓嘛。这里进个1/3，再次出现底分型，你看它从这个位置下来之后，再次在哪儿？再次在底分型在这里呢。你可能这里再加一点，然后又打掉了，这个离得特别近，你可以不动也没有关系。所以说，你即使是只用简单的顶底分型来交易的话，那么你起码不会说是一下子买在全部仓位买在这个位置，然后后面这些你就干瞪眼看着，对吧？尤其是你要长期交易的股票的时候，你不怕它往下走的。很多人就是无限制的加仓，除非你的这个兜特别深，这个手里的这个余钱特别多，然后家里是开矿的，对吧？跌一点就买，跌一点就买，那你的这个就没头了。那说明你的判断是有问题的，所以说只是仅仅只用简单的顶底分型这么一个交易方法的话，你也不会说啊跌来这么深，然后它一个反弹，你基本上2次买的这个全都解套了，又可以把差价打出来了。或者说你也可以用简单的这个网格交易法，传统理论里面有一个网格交易法，就是分段，比如说每跌个5%。或者说，因为这是这个标普指数嘛，你可以定个每跌个2%或买几%，然后开始加仓。即使你不懂这个顶底分型的话，也没有问题。所以切记，就是说你如果说在一个下跌未完成阶段，你要想捞底抄底的话，不要一次想着捞个大底。那个大底不是你小散户，你个小散户天天想着捞底摸顶，那帮机构他们吃什么呀？对吧？就是一定要把心态放平了，分仓位，分多次的进，你这样的话就不会这个把心态放平和一点，这样的话就不会这个急功近利。但是前提是一定是你选好了这个标的之后，我们一直说缠论是3个维度交易的一个方法，就是基本面、比价关系，最后才是技术面，不是说技术面更重要，其实基本面和比价关系更重要。这2个只要没有变化的时候，我才开始去看技术面，对吧？如果说基本面出现了大问题，这公司的基本面出现问题了，那我可能根本就不用去看它的这个技术面。所以说不要单纯的做短线，单纯的做短线，你长期下来看其实是毫无意义的。你可能短期能够赚那么点钱，
但是长期下来，你这个天天就是做短线，然后这个快进快出的，你永远是拿不住的。最终我们要做这个技术面的分析，做差价的目的，其实还是为了长期持有。因为美股它这个特点就是，牛长熊短，这是美股的一个特点。所以说你是全部都做短线的话，那会非常累。第一会非常累，第二很多大的这个，因为它很多都是跳空缺口，你像这种都是跳空缺口，对吧？这种跳空缺口，如果说你只做短线的话，纯粹做短线，你根本拿不到的，你可能会追进去，反而会让自己的心态变得更坏。所以说，一定是选好标的之后长期做，然后呢，标的不能太多，很多人手里一大把，10几个，但是资金量并不多，对吧？哪个涨了都跟它有关系，感觉好像觉得啊好爽啊，这个涨了我也有，那个涨了我也有，最后发现，每个涨了，那你就赚一点点。所以说，这个一定不能够交易太多的票，选好几个，2、3个就足够了。你像我现在熟练度这么高，你让我交易2、3个，基本上能看得过来，超过这个根本看不过来。为什么呢？因为你要多看周期的，就是多周期交易。你单看一个周期当然简单了。我如果说所有的都看日线的话，我当然简单了，我能看10个、100个都可以。但是如果说你想看得更精细，交易的更细致的话，2、3个足够了。你想把多个周期都能交易起来的话，多了之后你根本看不过来的，所以说一定是集中仓位。但是我们不是提倡，或者我也不是提倡大家重仓去干一个2个。那你如果说不了解，然后又没有经过自己的分析，你重仓干进去了，然后它可能这个不论是财报也好，或者什么刺激出现大跌的时候，你根本拿不住啊，对吧？因为仓位又特别重。所以说，集中干，前提是你要了解你要交易的标的，它是个什么性质的，它在这个行业的这个地位是什么。好的，这就是简单说一下这个标普。那么在等待大家提问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一下这个有一个朋友在频道里面提问，我们可以简单说一下，他这个问的标的是这个 RX。他问的问题是月线上怎么画线？月线上怎么画线？这个 RX 我大概搜了一下，它是一个临床阶段的生物技术公司，主要业务是利用人工智能，什么机器学习、自动化技术进行药物开发，然后呢，它的这个现在价格是4.47，对吧？盘子并不大。那么它的问题是月线上怎么画？它月线上嘛，如果说我们现在看一下裸 K， 如果说你用缠论画的话，按笔画的话是这里是1笔，然后第2笔，第3笔，画完3笔之后，你会发现后面都没有满足定义的笔。这一笔它有这个包含关系处理之后不够笔，然后这个回落这一笔也不够笔，换一个颜色。上进去这一笔不够笔，回落的也不够笔，上去还是不够笔，然后到这里才够1笔。所以说他的问题是出现这种特殊情况的时候不会画笔了。如果说严格定义，只能是1、2、3，然后可能是或者说是1、2、3这么画。但是如果说你结合多周期的话，可以这样画。这是我画的。那么我画的话是第1笔画到这里，然后现在看的周期是月线。我这里是利用了这个缠论的这个递归，3段3段或3笔3笔。那么这样的话，它在次级别这里其实有3段的，次级别是有3段。那么我在月线上就画成1笔，对吧？我也没有从最低点取到最高点，最低点在这里。因为缠论里面在画这个从笔到线段的时候，没有定义或者没有说必须要从最低点画到最高点，你可以从最低点画到次高点也是可以的，对吧？所以说这是为什么我在这里是从这个次低点画到了最高点，算成1笔，然后从这个高点画到这个现在这个最低点。所以说这是我画笔的一个方式，因为它这个里面也是有一个1、2、3段。这样的话，我就应该是解答了这位朋友的问题。这个
RX 在这个月线上怎么画。所以说你现在关注的重点就是这个月线上这一笔它有没有结束。那么现在月线上还没有出现底分型，这里只是一个包含关系。等这个出现底分型的时候，那么可能会出现一个大周期的一个盘整背驰了，就是月线上会出现一个盘整背驰。那么你要做的其实就是这个反弹这一笔，计划做的是月线上反弹一笔，它也是可以非常强的这种反弹，对吧？你这样的话，这里还有一个中枢在这里。如果说真的出现这种强势状态的时候，那这个可能如果说能打得开这个空间的话，上面的空间还是很大的。那么在什么时候你能抓住？如果说真的出现这种强势的状态，是在它次级别或者次次级别的这段，你发现它这段的生长过程中是一个浪形模式。所谓浪形模式，就是以波浪的形式快速往上走的时候，那么这段你就不要轻易卖了，因为它有可能是要离开这个下面这个中枢，或者在这里做了一个箱体也好，或者盘了一个大底，对吧？你要用传统理论，可能是第一次做了一个底，然后2、3、4做了4个底，或者甚至5个底，所以说这在下面横了好长时间。那么但是呢，它能不能够出得去，那可能就是受到它的这个基本面的一个刺激了。好了，那么我们就简单说一下，回答一下他的这个问题。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这个标普，现在还是在高开有点回冲的状态，还没有完全把今天这个小跳空缺口全部补掉，但日线上应该已经补掉了。日线上现在已经没有跳空缺口了，它在1小时上。说想要做它的话，那就继续等。你如果说在昨天这个出现这笔回落之前，回落之后，收盘之前，如果说你买了的话，那高开之后没有力度往上冲，就可以先卖。你看它这个 MACD 表达的并不强，对吧？那么快慢线的这个冲的也不够强，然后柱子的伸长也不够强，所以更可能是要先回落一笔，回落一笔之后，有可能是再踩到这个中枢的下沿，然后再起来，对吧？也是可以的。我们可以再看一下它的这个小周期上现在这么几根 K 线呢有什么新的状态，我们把它给它纠正一下。那么从昨天这个5939回落，这里是有一个5分钟的中枢，我们可以把5分钟这个中枢给它画出来。它现在回到中枢里面来了。如果说昨天我们应该只关注5939这个生长的这段之后的，那么这是进入段1次反弹2次反弹做了一个中枢，然后这笔其实它这里你看这里还是一个特殊的一个 K 线，它也是4根，所以你直接可以一笔画到这里，因为它前3段是构成中枢的。这如果说是进入段的话，或者说你不当成进入段1、2、3也可以，那么中枢还是在这里，对吧？所以你看它今天刚好是踩回到中枢里面来了。那么你要是做短线的话，那不是完美的这个是买入点吗？再加上什么呢？再加上现在还有一个120小时均线在这里撑着，所以说你要做短线的话，可能是刚回到中枢我就要开始放买单了，对吧？回到中枢里面肯定要弹一笔的呀。我不论这一笔是弱反还是强反，这一笔我是能做的。这就是做日内，其实你有了这个中枢之后就容易操作了，因为中枢可以帮助我们来判断现在这个运动是强的，是谁强，是多头，因为我们主要关注的是合力的表达。现在是合力的表达是多的强，那我肯定要做多呀，对吧？那么回来是弱的，因为这个回踩只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连这个中枢都没有打穿，连5分钟这个中枢都没有打穿。那怎么可能说是强嘛，对吧？怎么可能说多头强呢？多头连这个5分钟的中枢都打不穿，你怎么可能说它强呢？对不对？所以说，这所有的这些技术分析的这些信号手段，目的都有一个，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帮助我们来分析多空强弱，谁强我站谁那边，
散户肯定要选边站的，多头强我就做多，空头强，如果说你只习惯做多的话，你可能就离场，就这么简单。现在还在继续生长，我们继续跟一下，利用今天时间比较多，可以慢慢的跟一跟。怎么做日内？很多人不会做日内，或者说，我之前做过一次直播，也是跟大家一起跟踪，就是拿短周期这种交易来做那个例子来分析。你把周期，因为周期越小，交易难度越大呀。如果说你把5分钟、1分钟的交易都做好了，那日线上、周线上、年线上，周期越大越容易啊，对吧？周期越大，它的变动越慢，给你去应对的时间越多。所以说，你能把小周期的交易做好了，应对好了，你做大周期，那不是轻而易举吗？所以说，你要从这个位置进场的话，那肯定就是以这里防守了，5914，或者说买不到5914的话，也买在这个附近，比如说5920，这就是你的防守位。只要不把这个位置打掉，那你就继续持有你的单子。你可以把止损放在这个下面，或者说用跟踪止损也可以，对吧？这就是你在做日内交易或者说短线交易的时候，一定要有这些防护措施，或者说你的出场策略，因为没有人能够保证你能够100%的盈利，任何一个位置进都有可能出现这个错误的几率的。你所能做的就是做好防护好了。出场什么时候出场，什么位置出场，亏多少我就能够承受，对吧？很多人是不止损硬扛，尤其是在做短线的时候喜欢硬扛单的。然后呢，他这个标的选择的时候又不是说自己想长期持有的那种标的，然后也没有仔细分析好，别人说了一句怎么样他就进去了，开单特别这个随意。这个过度交易，现在过度交易这个毛病其实是一个大毛病，因为你没有经过一个仔细的那个交易之前的分析，没有做好你的交易计划之后就盲目进去了，买的时候也很盲目，出来的时候也很盲目，就是说一出现一个不是向好的方向发展，或者说不是向涨的方向发展的时候，你就懵了，很多人就处在这种状态，不知道怎么处理了，对吧？就是说明你的交易策略没有制作好。没有制定好，所以说它下来了，还没有打掉你的进场的位置，就继续拿着，对吧？就看它怎么生长。所以说千变万化都逃不出来这个，为什么说缠论它有一个完全分类的方法？好多人喜欢预测这个走势能不能够预测？为啥不能预测？能预测，因为就3种情况，要么涨，要么跌，要么就是横盘震荡嘛，对吧？所以说你把这3种情况都考虑好了，上涨是情况是怎么样，你怎么应对？震荡是一种什么情况，你怎么应对？下跌是一种情况，你怎么应对？就完事儿了，就3种情况，对吧？不需要预测，这叫不测而测。但是呢，做日内交易其实是非常累的，因为你需要一直要盯盘，你要一直跟踪它这个走势的这个情况，那么这个长期下来是非常累人的。但是呢，如果说能够做得好的话也没有问题，毕竟资金量大又喜欢做短周期的话，那可能有很多人他对风险喜好不一样，有的人他就不喜欢过夜，对吧？不喜欢持仓过夜。那么他就喜欢做短交易，就吃这么多，你只要计划好了，这都没有问题的，这就看你个人的一个计划。他想下来不打掉这个中枢，或者说不到这个中枢下面是，可能性不大。即使下来的话，
那么围绕这个中枢，把这个中枢震得更大一点也可以，或者说来个3段也行，对吧？就是我刚才说的，现在在1小时上它要有一笔回落，都没有出现，所以说，现在标普是涨了0.6%左右。我们可以把这个高亮一下，看一下它在1分钟上在搞什么。1分钟上现在是一个上下，对吧？5分钟上回落已经够一笔，现在有希望生长出来。那么这里它可以再往下沉一沉，这样的话可以走一个1、2、3段也可以。现在这些大科技公司目前，亚马逊是涨得相对多一点，然后就是特斯拉涨的也是比较多，当然最多的就是英伟达了，因为昨天的财报，英伟达目前是涨了5%多。今天也出了一个GDP 数据，呃偏弱，GDP 出的数据偏弱。刚刚市场上出了一个消息，跟英伟达相关的，出了一个什么消息呢？就是英伟达 CEO 燕森黄要卖股票了。啊，这里没有显示，但是我刚才看到的信息说，英伟达那个燕森黄要卖，他要卖掉，计划出售股票价值8.09亿美元。他在周三，也就是昨天提交的10Q 文件中披露，要卖600万股英伟达股票。这也是造成了为什么英伟达出现了一个高开低走的一个状态。但是昨天英伟达这个财报，两个都比预期的强，earning 和 revenue 都比预期的强。但是英伟达一般这帮 CEO 啊，或者说内部的高管一卖股票，那市场肯定就有反应。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英伟达这个图形，它这个位置刚好到了周线的上沿儿。我们之前分析过，在周二直播的时候分析过英伟达的财报，英伟达的这个图形啊，正好这里有一个周线，
中枢，然后周线中枢的上沿的价格140.76，它刚好是到了这个上沿这个位置，对吧？那有压力不是很正常的吗？那么再加上 CEO 要卖股票了，那其他人肯定要跟着卖呀。今天又是一个跳空高开的一个状态，现在是涨了4.2%。那么今天把这个缺口全补上也很正常。那它也是跟刚才那个标普的话，也差不多1、2、3、4、5浪了，对吧？这是尾浪，看它能不能够把这个缺口补上。那就缺口，我们之前说过，缺口一般是有3种状态，它这里也是，它下面这里1个缺口、2个缺口、3个、4个、5个、6个，它这种小盘子上。不是小盘子上，就个股上，它的这个缺口是比较多的。你像那个标普上，这个大指数上，它的缺口就相对的少一些。这是1个、2个，这是第3个缺口。那么英伟达它因为是个股的话，它的缺口是多一点。一般呢，越到尾端，就是如果说这是相对的低位的话，那么这是相对的高位，对吧？相对高位出现的缺口基本上都是这种衰竭性缺口，中间的一般都是中继型，最底部的基本上都是突破型缺口，就是缺口分3类：突破型缺口、中继型缺口、衰竭性缺口。一般衰竭性的缺口都是要被补掉的。虽然说这只是一个大的一个归纳，但是呢，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补，这个周期，这个你是没有办法预测的。补不补，那要看这个具体情况，就是尤其是这个突破性缺口。但是具体什么时候补，这个是没有人能够预测的。所以说受到这些刺激，那要补了之后，其实它这个周线上已经是够一笔了，离这个前面这个153也不太远了。它可以继续把这个中枢震大也可以。它如果说要回拉一段的话，甚至到这个中轨的话，我们看一下空间。20%左右的一个空间，它整个是40%左右的一个震荡区间，35%。所以说，如果说回拉到这里的话，120，中轨在115、120附近，到这个140，它这个日线上也在走第5段，1、2、3、4、5，所以说整个表达偏弱，这里千万不要往里追。这里去追它的话，你很容易追在一个相对的高位。如果说你的交易周期够长也没有问题。你如果说交易英伟达，我看好它，拿个5年、10年的，你现在买的话也没有问题啊。它可以经过除权之后，可能现在还是低位呢，对吧？如果说你真的有那个耐心，也能拿得住的话，也没有问题。很多人就是又拿不住，然后又想操作。就是看到了我就想买，随时我就想进仓，随时就想开单的，这就是耐心不够。耐心不够的话，你就不能够做这种大周期的。你可以去做5分钟的交易，甚至是1分钟的交易也没有问题，对吧？它也有这种各种的这个上下起伏的呀。你这里买了，这里马上就能卖；这里买了，马上就能卖，甚至是你可以去做空它呀。买了上面卖了。加上做空，或者每一个反弹你都去做空它也可以。如果说你能够判断它现在是要回落，把这个缺口补上，甚至是要回落回拉出一笔来，你去每一个反弹去做空它也可以。做的时候，好多人是2方向都想吃，我上涨我也想吃，下跌也想吃。其实那个怎么说呢？难度更大。其实更简单的就是只做一个方向，你判断好了它是要回落一笔的话，就是每一个反弹都去做空它，甚至是去如果说不想做空就减仓，每一个反弹都减仓，或者说每一个反弹去做空它，就不做这个相反方向的。就上涨这个不要，我只要下跌这一段，就是计划好你到底要哪一段，不要既要也要，对吧？那就难了。所以说交易方式有很多的，那具体的选择的话还是要看个人。我一直常说，交易其实是一个很个人性化的一个东西，很 personal 的一个东西。很多人想，找到一个简单的答案，哪有那么简单的答案呢？对吧？就想知道怎么能赚钱。
如果说交易真是这么简单的话，那谁还去做实业呢？对不对？实体那么难，交易如果说也是特别简单，大家都去搞这个虚拟经济就好了，谁还去做实业呢？所以说，而且啊，交易还有难在哪个地方？就是，做交易这个东西，你是跟专业人士在同一个那个锅里面吃饭，你是跟华尔街这帮绝顶聪明的人，这帮做量化的人一起在这个市场里面，对吧？所以说，你这个他们都有非常专业的工具，又有一个团队在后面支撑着分析，技术面分析、基本面分析，一个团队。但是如果说你一个小散户，你可能你一个人做了他们一个团队的活，还不一定能做好。你想想这个难度，对吧？看一下5分钟，哎，现在下来了，意味着它一旦要往下走，必须要砸穿这个中枢才可以。如果说你当时在这个位置进场了，那肯定是要在下面设止损的就要出来，这是你能承受的这个损失。这种损失是你计划的损失，这是不叫割肉，也不叫怎么说？这是在你计划之内的，这不算错误，这种不算错误。什么叫错误呢？就这个位置你不设止损，然后它可以一直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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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跌到这个位置了，你受不了了，你在这个位置割肉，这叫错误。这个位置我止损，这个不叫错误，这是有区别的，对吧？你是在计划中的，已经计划好了，我只承受这么多亏损，那么后面再接多少跟我没关系。所以说这是有区别的，计划中的止损和最后受不了了割肉的那种，它是有区别的。但是虽然说是把这个中枢打穿了，那也得有力度。它现在小周期上已经有3段了，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小周期上1分钟上，要么就是一个3段。现在我们看的周期是5分钟，我的每一个解盘呢都有这个周期的。我们看一下这个1分钟上现在在干什么，对吧？1分钟上它这里其实可以有一个中枢的，但是这个中枢其中有一笔是不够笔的，所以说是一个123，对吧？那么这个123明显现在是到了一个有点要等比例的位置，我们可以用这个工具测一下，哎，是不是等比例？5903为什么在这里沉住了呢？对不对？这里完全可以弹一下，然后再下，那就是一个1、2、3、4、5，甚至是3不背驰的话也可以，那就是一个1、2、3、4、5这样走。那这个4是不要的，一旦3不背驰的时候，4是不能做的，就是说，因为它完全是可以一个非常弱的反弹之后啪往下走，尤其在这个周期非常小的时候，你一定要清楚现在是谁强。现在如果说继续往下走的话，这个空是强的，3没有背驰，因为跌破了5903之后就没有背驰了，那么它可以一直慢慢的往下走，阴跌。这种弱的反弹我是不要的，等5出来之后，也就5段之后才开始考虑去做多。但是现在有希望要弹起来了，对吧？弹一笔之后，看它能不能够突破这个120和200的均线，这有2个均线在这里。那么前面这个低点就关键了，5914上去了，你看是不是起来了？到这里不能够突破5914的话，那还有5呢。所以说这个3是可以，这个4的反弹1、2、3、4是可以做的，因为它没有力量突破5903，说明是有一个4的反弹。4的反弹最好是能够碰一下5914，看这里是不是要做一个中枢，做完中枢之后，看它是不是要快速下来，还是一个缓慢的回落，给一个2买也可以继续上。那么快速下来的话，就是做一个中枢之后走离开。比如说，你只要知道它在你的模型里面是处于什么状态的话，你就交易起来是有依据的。你是知道在等什么，你不是漫无目的的等。很多人都不知道在交易什么，对吧？这不是起来了吗？而且它在小周期上还是有背驰的。哪个小周期呢？就是这段的那个内部是有背驰的。我们现在看的周期是1分钟啊，1分钟上
它的次级别这里是有背驰的，就是在秒级别它里面有背驰，这就是你做日内的时候，你这些都要懂啊。如果说你要是做日内的话，现在基本上这个位置买了就可以出来了，可能就持股就是2分钟。这个位置买了，现在看到这个120和200这儿上不去的话，我就可以卖了，我就不要往上后面那段再涨跟我没关系了，对吧？你看是不是？是不是开始出现上影线了？这根 K 线这里是不是出现上影线了？当然了，更稳妥的肯定是要等一个顶纹形的。等一个顶纹形，基本上这一笔就结束了，可以走第5段了。但现在开始生长这个顶纹形，现在还没出来。虽然说我们看的周期只是更特别小的1分钟周期，但是你交易其他周期的时候，方法是一样的。你只要学会了这个方法，交易起来，其他周期是一样的这个操作方法。还有一种就是分批卖，我在这个位置进了，这里卖一半或卖1/3，然后留着2/3继续往上跟，就是一个跟随交易，上不去了，是不是有点那个迹象了吧？出现这种的时候，可能再卖1/3，然后再留1/3，出现顶纹形的时候就全部卖掉。所以说我可能持有的时间只有2-3分钟。如果说你做的是 ES 的话，就是期指的话，那这种就足够了呀。你就是类似这种做所谓的刮头皮。马上要出现顶纹形了，看看给不给顶纹形。给顶纹形的话，剩下的1/3就全都丢掉了。所以说，又是一个1分钟上，现在是一个1、2、3、4，看它有第5段，第5段能不能够跌破这个位置？它也可以跌破它，那就是5；不跌破的话就是2买，哗下来了，是不是？看看它再次跌破的这个之后，能不能够企稳？看着它生长就好了，是不是？所以说，最后剩那点可能是，只要不跌破这的话就继续拿，跌可以把止损就放在5900下面一点点就可以。你承受的，因为在做日内短线周那个交易的话，这个止损不能够太大。跌破了，又出来新低了，走第5段了，那就等第5段结束。那它现在1分钟上是一个5段的一个状态，对吧？看这个5什么时候结束。这个第5段结束了之后，1、2、3、4、5结束了，就看出现结束之后，这个位置是可以进的，做它这笔反弹，它也是可以强的，也可以是弱的，具体怎样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它要生长出来一笔，强的你就多拿一拿，弱的话就是在这里做中枢，可以继续下，就是一段一段做，分段交易，缠论是最好的分段交易的一个方法。因为这个周期是非常小的，它也是可以，不满足一笔的这个定义的话，
因为这个每一笔它都要有5根 K 线，经过包含处理之后，最少要有5根 K 线的，对吧？它如果说不够五根，只有4根直接掉头，可不可以啊？当然也可以了呀。那说明什么呢？不够4根就掉头，说明这个3没结束，说明这个3从这个跌来了，可以直接到这里就延伸出来，又回到了我们最开始说的，结构没有完成的时候，你只能根据当下的结构来划分现在的这个段，这一笔画到哪里，对吧？它可以重新生长的，它可以重新划分，因为它的结构没有完成。看它这里什么时候完成就什么时候进，所以从来没有出现什么追涨杀跌的位置，都是按照结构来的，对吧？有结构了，上不去了，比如说这个为什么要卖呢？你可以用那个扩展器一测嘛，对不对？这个位置，比如说你做空的话，你发现它反弹到了这个0.618上不去了，那肯定要减仓啊，或者说去继续做空的，上不去了呀。就说没有需要去猜的这个情况，缠论所有的这个什么笔线段中枢，走势类型，这所有的这些都有这个定义在那儿，你只要明白了它的定义，你不需要猜呀。这个顶底分型有没有底分型，有没有顶分型，这不一眼的事儿吗？你只要按照定义来的话，对吧？我不需要猜它出没出现顶分型，这不一眼的事儿吗？它又打掉了，那说明底分型不成立，又继续生长嘛。那继续生长，如果说你是一个做多的人，想做多的人，那你就等待它生长结束，就是下跌结束。这个延伸没有结束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进。现在底分型要生成了，对不对？也够一笔了，又开始生成底分型，我又可以做新的这一笔反弹了。那么止损就放在这个底分型下面一点点就可以了，就看它这笔生长的这个状态。是能够是很强的往上拉升，这里还有一个小中枢在这里，对吧？你可以利用这种中枢来判断它的强弱。我们可以把每一个中枢给它画出来，这样的话你就好判断强弱了嘛。你再把它这个中轨再给加上，它如果说连中轨都突破不了的话，那你就赶紧就把多仓给卖掉，去做空它，每一个反弹都去做空它就好了。如果说连中轨都上不去的话，但是我在这个位置开始做多，那我就止损在下面，那么我可以继续拿。它到这儿上不去的话，肯定要卖；它强的话就到这里，甚至是直接就突破这个5911也可以。那这个120天、200天120均线和200均线还在这里，正好在这个中枢上沿的附近。最近市场中出现了一个新词儿，不知道大家看新闻应该都注意到了，叫 taco。应该注意到这个叫什么叫 taco trade？ 什么叫taco trade？ 就是，这是这个词儿是一个英国的记者，应该是好像是 Financial Times 金融时报这个一个记者发明的词儿 taco，T-A-C-O，这是缩写。它的这个全称是，川普 Trump always chicken out， 就是老说这个，好像还有一个记者在白宫提问的时候问了川普这个问题，说现在市场中有一个词儿叫taco trade， 说 Trump always chicken out， 你有没有听说过？你是怎么那个解读的？川普就当时就来这个狡辩，或者说啊，我跟那个欧盟跟中国打贸易战，
设定50%，或者说设定几百，太高了呀。我把它降低才有可行性嘛，他为自己辩护。待会你发现，川普真是，变得太快，也难怪出现这个词儿，对吧？变化太快。现在这个反弹这一笔已经成了，反弹这一笔已经生成了，就看这一笔的这个，能否继续往上涨，是不是能够继续延伸，还是说要围绕最后这个中枢在这震？但是现在还没有出现顶分型，可以继续拿，对吧？就这就是你做分段交易啊。这段我不动，如果说不想做空的话，就是选一个方向。你还是看每个人的性格，你是更愿意做多，还是喜欢做空？有的人就喜欢做空啊，这没有问题的，做多做空都没有问题，就看你的个人喜好，或者说你能够把握哪一种交易，其实都无所谓的，都是分段嘛，就看你是吃这段还是吃这段而已。但是不要两个都吃，两个都吃的话，就很容易做来做去就那个晕了，或者说你控制不好的话，会出一些问题。所以就选一个方向。我现在能看到有10来个人在看这个直播，有没有你们想要分析的个股可以提问？这样的话能够分析更多你们关心的，这样的话更符合你们的需求。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继续跟踪这个标普，看一下它到底要生长出什么样子来。我们以这种实战的方式来跟大家交流，谈论到底怎么用，怎么做这种交易。如果说你能够把握1分钟的交易，那其他的周期就更容易了，对吧？周期越小，难度越大。很多人喜欢做日内交易或短线交易没有问题，但前提是你要能把握它。还在继续生长中。哎，这个力度不错，上到120和200均线上面去了。现在这个力度表达不错，这一笔。我们看一下5分钟，5分钟也有底分型了，对吧？5分钟现在是有这个底分型。我把把周期给它切掉，我把这个删掉。这些所有的这些都是1分钟的。这也是1分钟的一笔。现在这个5分钟的一笔已经出现了，5分钟的一笔回来了，对吧？还在这个5分钟中枢震呢。那么这个1分钟你刚才买那个买点有希望出现生长出来5分钟的一笔。我们再回到1分钟，对吧？那么这样的话，它如果回来的话，只要不跌破这个5897还是2买，然后3段，这样的话就会构成我们刚才说那个5分钟上的一笔。现在还没有出现顶分型，有包含关系，只是这里有包含关系，
这里有一个小的3根 K 线的包含，这里再出现一个3根 K 线，那说明这现在看的周期是1分钟。那么在秒级别，它可能出现2个小中枢了，然后再打一个小高点可以结束了。你能做的就是赶紧在下面买的卖掉，然后等待这笔回落。那方法又重复了，发现没有？你就是无数次在重复交易，前面这里重复了一次，这里又继续重复，其实就是一个轮回。有位朋友，牙牙朋友问 GME 是吧？我们可以看一下 GameStop 这种票不是不能做，问题是它的这个盘子小波动大，你能不能够承受这种？你像昨天跌了10.85%，它这种就是散户玩的比较多，它这个波动非常大。这种啊，你想控制起来的话，就是把仓位降低就好了。仓位降低之后，你就玩点短线啊，或者玩点长线也可以。我们可以简单说一下这个 GameStop， 我们把它的周期给它补全一下。这里是周线上一笔回落，一笔上，这是周线的。然后这个给它清掉。GameStop， 我很早，在哪个位置玩过它呢？我在这里买的，然后在这里卖的。这个是什么时候？不对，不是这个位置，前面这里，在这里，在2020年的时候，2021年我在这个位置买过，这个位置买过，在这个位置卖过。那还是我在有一次跟会员朋友们分享，我还把这个当时的交易单子都贴出来了。我当时买它的原因，跟大家当时也分享过，但是现在因为它是经过出权之后的，所以说这个图形已经被压缩了。当时买它的时候是因为是大周期的一个背驰点，这是一个大周期的一个背驰。当时为什么在这里买的原因在这里，但是后来也没想到能冲上来。之所以它能冲上来，也是因为不是散户挤空这帮交易这帮机构嘛，对吧？但是我当时卖在这个位置，没卖在最高点，但是我进的时候是在这儿，当时是5块多钱好像是，因为现在是经过除权之后的。我们看一下它现在的这个结构，现在这个周线上，也就是你要以9.95这里，如果说作为一个起涨点，因为它是一个大周期的一个这个点位，我们把这个9.95这里把它切到大周期上，你就知道大周期上为什么是9.95，要分析它的原因，对吧？然后这里是这个最低点，现在是0.6425，这是大周期上一笔上一笔下，现在就看这里能不能够生长出来一个月线上的一笔上涨，也就是以9.95做分析的原因。那么9.95这里周线上也是，这是一个进入段，然后1次回落2次回落，做了一个周中枢，对吧？你把周线的中枢给它画出来，然后现在今天或者昨天刚好冲到了中枢的上沿附近，34.37是上沿附近冲上去了。它昨天上涨应该是高开低走吧，说是好像是要买比特币，他花了5.12 million 买了4170个比特币，所以他也开始买比特币了，跟那个 MicroStrategy 学的。AMC 好像也是要开始买比特币，都是跟 MicroStrategy 学的。那么它是可能在6月4号要出财报，但是它刚好现在在这个周线这个中枢的上沿这里开始有回落了呀。那我要关注就是这个周线上这一笔有没有结束，因为你赚的是延伸的钱，走势向上延伸，你做多才赚钱。如果说它到这个位置不延伸了，你还做多，那不就亏钱吗？它可以回落呀，因为走势只有3种可能，不是涨就是跌，要不就是盘，对吧？你要做多的话，对你来说可能是上涨你是赚钱的，横盘你可能不亏钱，但如果说下跌的话，你就亏钱，
所以就3种模式，所以说你赚的就是延续的钱，就看这段延不延续，这就是你要分析它的原因。那怎么延不延续呢？就看它的结构是否饱满。如何饱满？如何判断是不是饱满呢？就跟模型比较，这都是一层一层嵌套的呀。你首先知道模型是什么样的，然后这个结构是这个现在处于什么位置，对吧？如果说它只是在模型的这个初期，那肯定还要继续生长啊，可以继续长。如果说它现在处在模型的这个末端，那基本上这段上涨已经结构很饱满了，可能要结束了，你就不可能去做多它。那我看一下高量的这段的日线上，那么我比较一下这个价格，看一下这里是不是够回落一笔。这是只有4根，所以说不够一笔，那么基本上就是一笔从20.73涨到这个35。但是呢，小周期上肯定是这里有个大中枢，我们把这个再看一下1小时上，1小时这个中枢还升级了。那么从这个位置，我们把这个1小时的中枢给它画出来。我是已经很熟练了，所以说我不需要一笔一笔去画它的中枢。如果说你不太熟练的时候，就尽量一笔一笔去画。那么这个中枢构成是这样：1、2、3，只要把前3笔画出来之后，后面全是延伸，你会发现它的所有震荡全在这个中枢内部，对吧？我们大概数一下，应该是够9段。前面这里当一笔也可以，因为它是一个包含关系。如果说1、2、3、4、5、6、7、8、9、10、11笔升级了，然后在这里又荡出来一个小中枢来，还是一个小300。如果说你交易它的话，你会发现，哎，这次回落怎么没有回来呢？对吧？这是一个9段升级的中枢，那么这个位置还是一个300呀。2次回落回不来，还是300。那么现在它能不能够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呢？我们不知道。我们把这个最高点是35.78，然后你怎么来那个计划它呢？就看这个起涨点之后，它的这个回落是不是应该跌破了0.618了都？刚好没有，对吧？刚好是踩了一脚0.618。昨天和今天都踩在这个位置，最好是不要跌破这个0.618。跌破它的话，那就可能要回来了，那就可能是围绕这个小中枢在震。所以说，如果说你是做多的人的话，那如果说你发现它跌破它力度很强的，那就要止损了，因为它要回到这里面来，到29了，或者说去踩一下120或者200的这个均线，那就深了，对吧？甚至是踩一脚之后，踩一脚进来了，然后一个弱反，然后直接走反向。啊，你这个位置能不能够反应过来？现在周期是1小时的，然后就跟我们刚才分析标普那个结构1分钟上结构方法一样的。虽然说我们现在是看的1小时，我们标普看的是1分钟，但是方法是一样，这就是缠论的牛的地方。大小通吃，或者说它叫什么？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大的周期我也能分析，小的周期微型的什么秒级别的周期我也能分析，而且方法是一套方法，你说说这多牛？所以说针对你的话，这位叫牙牙的朋友，你如果说在上面已经减了的话，就等待他什么时候给你买点再买，什么时候买，怎么买呢？方法一样啊，跟我们刚才看的这个标普是一样的。我们再回到这个标普，哎，这不是开始有回来了吗？那么5分钟上现在这个底分型还没有被破掉，5分钟上这里这个底分型还没有被破坏掉。那我们计划的是做这个5分钟上这一笔，那么再到1分钟上看它怎么生长，也就是以5879作为这个防守。这里的话你可以断开它，左侧是一个1、2、3、4、5浪，右侧的话现在它只有一笔回落，但是不够一笔，只有3根或3分钟的 K 线。类似一个中阴段，这就是一个1分钟这个级别的这个中阴段。那你要做的就是等，它可以要么再次突破5915，要么就或者说再次跌破5905，才有方向。所有的这些在中间这些全是中阴段，就是中阴状态，它没有选，它必须要选
你能做的就是等它选择。如果说你在上面这里卖了，看它是不是要回落成一笔之后才能进，做二买，甚至可以再次打掉5879也可以。那打掉之后这里就有中枢了，那就要比较什么进入段离开段。如果说不能够打掉5897的话，就是给你个二买。这是往下选，它往上选的话，那就是再次突破5915，那说明你这个位置卖了之后没买回来，没买回来之后它可以继续往上延伸的，那就等待它再次回落的时候买这个二买也可以。但是最大的问题有很多人是我这个位置卖了，然后呢它没有回落，你发现没买回来，然后它开始继续往上生长，然后开始急了，开始追，然后啪它给你来一个回落，这个位置反而没进，然后它可以再继续往上涨。所以说这就是会发现，卖了之后没买回来，发现节奏乱了，对吧？一旦发现这个的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停下来等。你在31.68买入正股，我们看你问的这个31.68， 31.68，你进场的时候的依据是什么呢？你31.68买，我们看一下，是在这个附近买的吧？那是不是出现这个底分型了，还是说你看到它踩了一下之后买的呢？那你买了它之后，同时卖了 put， 卖 put 是不是就是也是做多呀？因为我对期权这个了解并不多。你如果说卖了 put 25.8的话，可能也是做多，是 covered call 吧？你们经常说的这个，是不是两个都是做多？但是呢，你怎么做，其实哪个位置做，这个倒没有太大问题。问题是你的持有周期，你是想做一个长周期的持有，还是一个短周期的持有，对吧？如果说你做的是一个日线的操作的话，你是没有进场理由的，你所能做的只是一个可能是一个1小时的这个三买，就是这里回来了没回来的话，我做这个1小时的这笔反弹。所以你一定要确定你的交易周期是什么，因为日线上是没有任何进场机会的。现在唯一的可能就是说啊，我这个回来了，我想做一笔反弹，这个三买就针对这个中枢的三买，这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因为这个周期很小啊，1小时的，那么它如果说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你能不能够承受得了？那么你是不是要短线变长线？还是说，它如果说扛不住这个0.618，我就止损也可以，比如说放在30，它如果到了这个跌到30，我就全卖掉，就先亏了，先出来，等它回来之后再看，等它回来之后，如果说得到支撑，我再做这笔反弹，对吧？一定要计划好你的出场、进场和出场都要计划好，买和卖这是一个循环呢，这是一个闭环操作，你不能只会买不会卖。或者说只会卖不会买，一定是一个连贯的，有买有卖，这是一个闭环操作，闭环交易，对吧？你是做短线，所以说，那我们可以借着你这个再看一下它的更小周期上有没有希望让你解套出来。现在这个回落1小时上是只有一笔，我们看一下它的更小周期，30分钟上是已经有3笔了，30分钟上已经有3笔了。这个第三段的话是有希望要结束的。我们现在关注的重点就是在这个第三段，我们看一下第三段。所以说，有没有可能让你，它只要30分钟上能弹一笔的话，你就希望你能解套。先看这个30分钟上这一笔有没有结束，需要降低周期，15分钟没有，5分钟，5分钟上有希望出现背驰了。5分钟上这三段现在有希望背驰，但是呢，它如果说快速往下走的话，那就要继续等了，就看它这个在5分钟上这个结构现在是一个123的状态，能不能够弹一次，或者说能不能快速往上走？如果说能够快速往上走，比如说能够冲到32.5块的话，你就赶紧先出来，因为你的进场的话是31.68，对吧？还是有希望那个解套的，而现在套的并不深。
所以这个也不用盲目的割，毕竟它这个位置也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位置，看它这里能不能够这个回落结束，看它能不能够弹一下。如果说这个弱的反弹的话，你要注意了。如果说这里给你一次反弹，但是很弱，那相当于在5分钟上没结束，它可以这里是进入段，然后2次反弹做中枢，然后继续往下生长。也就是说5分钟上这段没结束，对吧？你看它怎么选。所以说，做交易之前一定要计划好你的这个把仓位和这个周期分配好。然后我们再看一个朋友，秦朋友问的这个 AI， 应该问的是这个 C3 AI 吧？因为这个我之前是跟踪过一段，然后后来它的结构破坏之后，我们之前跟踪的时候是在这里，在这段跟踪过一段，到后来结构破坏之后就没继续看它。但是它今天好像是有个财报，也是昨天盘后出的财报，都比预期的强，但是它整体还是在亏的，它的 earning 还是都负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好像也是拿到了一个单子，它跟这个 Air Force 有一个新的订单，对吧？450 million， 这是4季度的这个 revenue。所以说，这是为什么今天它涨了25%的原因。我们看一下它的周期结构。现在这个是周线上，这是我们之前分析它的时候画的。我们把这个结构给它清一下，重新分析一下。这是周线上这个大中枢，然后把它的这个 K 线给它补齐。它一直没有脱离这个大中枢，这个周线上这个大中枢一直没脱离，就是10.16这个起涨这个位置，这里是进入段，然后是一个1、2、3、4、5、6、7、8、9、10、11、12，第12笔了已经。但是呢，这是在周线上，我们再看一眼月线上，月线上我们当时说，它跌破了这个位置，我们把这个月线上它这里是一个潜在的2买，月线大2买。我们说一下它这个结构，月线上有希望出现一个潜在的月线大2买。就我们当时在这个分析的时候，也是说它是潜在的一个月线大2买，因为这里是10.16的话是1买的话，但是它这个生长只生长出来了4个月，只有4根 K 线，4个月不够1笔。然后后来又因为特朗普的原因还是其他原因，又把这个前面这个低点给跌破了，就是出现底分型以后。出现月线底分型以后，它被跌破了。这里是出现过一次月线底分型，被跌破了，变成中继了。现在又出现一个月线底分型，对吧？那就看这一笔能不能够生长出月线上一笔来，甚至是一个非常强的一笔。不知道能不能够生长出来，你只能去跟踪它。那么现在是这个月线上这个10.03，就是你的这个防守位，跟前面这里一样，18.85就是你的防守位，对吧？跌破18.85你就全部都出来，因为你的进场依据没有了。或者说你的进场依据被破坏了，你的进场依据被破坏了，你肯定要应对呀。你的进场的依据错了，说明你要纠正你的错误，对吧？那么我们现在出现新的进场依据了，月线上一笔，我的计划就是要做月线上这一笔。那我们看一下它的小周期上，周线上，那么从这个10.16还是以10.16这里要分析的话，我们看，首先非同级别分解是这样，这是进入段，这是月线上的一笔，然后这个是月线上的一笔回落，那么17.03这里就是计划这个在月线上生长出新的一笔来。那么但是呢，在周线上还有这么一个中枢，一个大中枢，你如果说利用同级别分解的话，它其实就是围绕中枢震荡嘛。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对吧？已经超过9段，已经升级了。那么现在这些都不用管，其实，那么主要关注的就是17.03这个位置。10.03这里，这现在周线上已经生长出来一笔了，就还是一样延续，是不是要延续？
只有延续我做多才能赚钱嘛。那么在周线上它往上冲的话，那这有一点空间，就是到这个周线中枢的上沿34.68，空间大概有多少？20%左右的一个空间，对吧？这是还是有空间的。如果说真能有力度上去的话，那就去前高了，那这个空间就打开了。所以说，先看这个20%，再到日线上看它这个小周期上这段的一个结构够不够饱满，就重复你之前的所有分析。那么它也是4月9号这根 K 线是破坏了。如果说严格的划分的话，它这里是第一笔在这里，第一次回落，然后1、2、3、4、5刚好够一笔，在这里做了一个中枢，然后又上去，对吧？结构很简单，结构做的很简单，做了这么一个日线中枢。但是呢，在财报之前的这一天，你要不要做它，那就特别的那什么了。对吧？你要承受，能不能够承受它再次跌破？除了财报之后跌破1703的这个下跌，所以说呀，每一个地方进都没有办法100%保证你赚钱的。你所能做的就是仓位，你所能做的就是控制仓位。那么它从这个昨天收盘的这个位置到1703是26%啊，这个仓位不是这个空间还是很大的。谁能知道它今天肯定是要跳攻高开呢？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承受，你能不能够承受这26%的下跌？不能够承受的话，你就不要做这个交易。很多人就是赌，说啊，我赌这个，他呢只是走单边，那这个成功的概率太低了，对吧？赌的话，这个是非常难的，赌单边的时候是非常难的。但是呢，如果说你是长期操作的话，我能够承受这26%。下来的话，我反而要加仓，那这就好做了，对吧？我这个位置收盘之前我买一点，下来的话没关系，我再补上去的话好哎，我把我这个昨天加的一些就出掉就好了，对吧？这就是你长期做好这个计划之后，我长期做1、2只之后，你就敢买回落，你就不怕它下跌。那么这个现在出现这个结构之后，我要比较的是这个进入段跟离开段的力度。现在离段非常强，已经突破了等比例的27.68，所以说我在昨天进的时候我还可以继续拿，因为这个离开没有衰竭，没有衰竭的时候你就不要动，对吧？我们是出现这个结构的时候才开始卖，或者说是比如到了某一个压力线上，或者说等比例上，或者说是力度MACD 的这个力度出现衰竭了，我才开始减仓，不是说任何的位置我都要动。也不是说我赚钱的时候我就要卖，对吧？一定是出现变化的时候。如果说这个强的这个多方的强度没有变化的时候，那你就不需要卖呀。那多方还在攻城略地呢，你为什么要减仓呢？对吧？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在这个缠论里面，在这个股市里面有个谚语，cut loss let profit run， 对吧？让盈利自己奔跑。把损失割掉，不是说盈利的时候要割要卖，是让它自己奔跑。很多股市里面的谚语其实是很多人总结下来的这么一套东西。所以不知道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啊？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再来关注一下标普。5分钟成笔了，5分钟成一笔了，这就是你计划的，就是要做这一笔。那么这一笔就看你能不能够它继续往上走，还是说是就出来。5分钟已经成一笔了，当时5分钟出现底分型之后，开始计划就是做这一笔，对吧？那么它可以是在这里继续震。再次突破它也可以，你也就可以反向测，看能不能够有力度的突破0.018，才能够走微转。如果说到了0.018，或者说到了0.5不行，那就还可以它还再回来。这些黄金分割的这些位置，或者叫斐波那契的这些点位啊，我之前说过一个例子，这里再重复一下，就是这个十字路口理论，或者说红绿灯理论。到了十字路口，这个红绿灯，比如说你到了十字路口有红灯，但问题是
有路况或者有绿灯，但是现在这个交通很堵塞 ，traffic jam， 你开不过去，即使是绿灯你也起不来呀。所以说一定是到了这个位置，我看当下的路况。所谓的路况是什么呢？就是它的内部结构。内部结构是不是很简单的浪形的模式？说明动能强啊。那我肯定一脚油门继续往上干呢，它继续往上走，你不需要刹车呀，我不需要停下来等候。那么如果说到了这个 0.5 的位置，它内部结构很纠结，2个中枢了已经，那我肯定要卖一卖，减一减呢。到时候这个剩下一点点可能去跟一下，可能或者说可以全卖掉也可以。一定是到了位置之后看它的内部的，而不是说简单的就是说到了位置我就要卖，或者说到了位置我就要买，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一对应的，一定是灵活的去看它这个状况，对吧？交通我在路上开车呢，然后到了那个路口，我怎么可能能够预测前面200米是那个什么样的路况呢？你没有办法预测呀。所以再次体现了一定标的不能太多，太多的话，没有办法做更多的这个区间交易，就是禅师说的一个叫分区卷钱。什么叫分区卷钱呢？就是这个区就是周期，不同的周期，每一个周期我都可以做同样的这个5分钟，我也可以这样做，1分钟我也1分钟也可以这样做，每一个区间都可以这样来操作。那么这个周期越小，我能做的这个交易越多，对吧？我这个它的转折多呀，我这个位置买了，这个位置又可以卖，甚至去做空的，有转折我就可以来做。周期越小，我能做的交易次数越多，对吧？这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做小周期的原因，它的这个变化多，它的转折多。如果说你有能力做盯盘、做日内的话，那么你的这个利用率是高的，你的资金利用率是高的，那么你小资金积累的速度是快的，对吧？这就是利用小周期来做。但是如果说你只能做1小时的交易，那可能就只能是做隔天交易。我今天买了，可能明天才能卖，因为它是要生长的，需要时间的。对吧？如果说你只能是每天天天可能上班比较忙，看不了盘，盯不了盘的话，你可能只能做日线或者日线以上的，你可能1周只能做1次或者2次交易。那更有甚者就是可能是1年我可能才需要做1次交易，那就是巴菲特那种，对吧？一定是根据自己的切身的一个实际情况来定你做什么周期的交易，你这样的话才会这个节奏不会错乱。所以说，禅师教给我们的这个分区卷钱，就是每一个周期用同样的方法，哎，5分钟上出现了这个交易的这个进场的位置，我分配一点仓位，然后做一做，然后1小时上出现了，我做一做，对吧？不同的周期，我分配的仓位大小是不一样的。周期越小，你所分配的仓位也越小。很多人恰恰相反，我周期越小，我的仓位越大。我5分钟让我可能干个50%，多少的，然后出现了这种回落的时候，我不应对，我硬扛，但是没想到这个越跌越深，然后越套越深，对吧？如果说你的仓位小的话，你就敢止损呐、为什么说要不同的这个周期配不同的仓位的原因在这里呢？我这里我只用了1%的仓位，然后跌破了这个位置，我就砍掉，比如说跌破了2%。那么这一点的损失我是肯定能承受的，对我的大资金来讲，我是没有任何大的影响的，对吧？但是如果说你的仓位一旦大了，你又不舍得止损，没有那种手起刀落的那个决心，或者说是这个这种心态的话，那你是做不了这种短周期交易的。那你就把周期放大就好了。周期越大，相对的就安全，因为它反应是需要时间的。相应的给你的这个反应也是给你了一个 buffer， 给了你一个这个容错的一个区间，对吧？好多人一定要认清自己的能力，没有能力就做周期的大一点就好了嘛，对吧？还在继续生长中，对吧？
还在继续生长中，那你就可以把周期拉得大一点，不需要去看那个1分钟的怎么在里面怎么在动，就关注5分钟上这里能不能够给到顶分型，没有顶分型就继续拿，对吧？有没有顶分型那不是一眼的事儿吗？你只要学会了这个它的定义。所以说缠论这套系统从比这个线段顶底分型、比线段，然后中枢、走势类型，你把这些所有的定义都学明白了，你就知道该怎么去运用它了，对吧？它是有模块的，它还可以出现包含的，对吧？有包含的时候要进行包含处理的，因为我们说的这个这一笔生长有5根 K 线是经过包含处理之后的。如果说这里面有包含，你要去进行包含处理，这里比如说有包含关系，那你需要进行包含处理之后，把它处理成1根 K 线，然后再看够不够一笔，是不是满足定义，对吧？这都是基础知识啊。你基础打不牢的话，那你碰到这种复杂的状况的时候，你需要当下的应急反应的时候，你没有那个基础不牢的时候，你是很难反应过来，你还要去算啊，这里够不够一笔啊，怎么画呀，那就完了。所以说，一旦熟练之后，基本上就是一眼的事儿。我是这里是要去怎么做，其实就是一个熟能生巧，好的，那么的话，已经到了美东时间11点了，我们已经直播了1个小时。虽然说，因为今天我这个临时改了一下时间，那么可能来的人不多，但是我们也是利用这个标普又进行了一个类似这个实盘的一个，虽然说我没有把我的这个交易的记录贴出来，或者说给大家展示，但是我只是想以这个做例子，对吧？做一个例子来给大家展示怎么来做交易，利用这种小周期。如果小的周期你都能做好的话，那么大周期那就更容易了。那么明天的话，还是从开盘9点半开始这个直播，也是直播1小时。好的，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直播。